中国的历史进到了周朝，中华文明也首次进入了全盛期，开始与四邦各族进行大的融合，而中华文化也开始影响周边各国。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，东周时期又区分为著名的春秋和战国时期。周朝从周武王伐纣起始，一直到周赧王被秦国所灭为止。周朝是统治中国最长的朝代，共计790年。而西周和东周的区分来自于周幽王死于犬戎之祸，而周平王东迁成周，周朝进入了疲弱的东周时期。从周武王到周幽王共历12王，而从周平王到周赧王共计25王，周朝共历37王。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维明说，这是个学习的频道，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，希望可以带大家生活更加多彩多姿。回溯周人的兴起，直到周武王姬发，周国已经历15位王，而周人的始祖是帝喾的儿子契，也称为后稷。契也是商朝始祖契的兄弟。后稷从小就喜欢种植植物，观察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作物。他因着这个专长成家立业，并得到尧的赏识，聘用他为农师。他幼时立志建功立业，到舜时因为百姓缺粮，后稷因着自己擅长农作，解决了这个问题，被舜封赏于台，并赐姓姬。后稷死后，首领之位传给了儿子不足，他原是夏朝的农官，但夏朝后来不关心农事，废了这个官位。他为了求生存，离开了原居地，将部族带到了北边的戎狄之间。首领之位传到了部族的孙子公刘，为了部族更好的发展，他将部族带到了滨。因着滨优异的自然环境，公刘带领周人开始有计划的发展开垦，出现了繁荣的景象，而公刘也成为了周族首位被称为公的首领。时间来到13世首领公胆府，此时周部落经常受到戎狄的侵袭，公胆府为免族人因战事而死，选择退让，带领部落离开了滨地，到了祁阳周原。而因着公胆府的仁政，许多滨地的居民和周边国家的人也跟着投奔过来。公胆府为百姓建城，让人民安居乐业，也设置武官管理部族，周族更加壮大。在周朝建立后，追封公胆府为太王。公胆府死后传位给季历，季历为了更加壮大周国，与吴国、人姓诸侯交好，并趁着商朝国力衰微，开始借武力开拓领土。他分别征服了鬼方，攻克了鱼无龙。在攻克了鱼无龙后，受到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，但后来因为季历的扩张速度过快，被文丁忌惮，将其囚杀。因着季历被商王文丁囚杀，周国与商关系紧张，而接替文丁的帝乙为了缓解商周之间的紧张关系，将妹妹嫁给了季历的儿子，也是接替季历担任周族首领的昌，也就是周文王。周国与商暂时缓和关系。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，到了商纣王时期，文王因为对纣王处死九侯的做法感到不满，而此事被纣王身边的心腹崇侯虎告密，文王因此被纣王囚禁起来。经过文王部属不断的供奉美女和财宝，才使文王得以释放。文王为了生存下去，一面积极侍奉纣王，一面暗中培植势力。他藉由讨伐叛国，以武力扩展领土，壮大自身的势力，甚至连崇侯虎的崇国也被周攻占。文王在攻下崇国后，迁都封，开始建立以卿士为首的官制，积聚有才之士，为周朝的建立打下基础。文王死后，由武王姬发继位，此时商纣的治理已引得天怒人怨，自然灾害不断，加上年年征战大伤国家经济，许多的改革举措也让商朝贵族大感不满。在种种条件逐渐满足的情况下，武王在盟津与诸侯结盟，约定2年后北伐克商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武王带领军队北上攻商，于1天之内即大败商朝军队，并逼得商纣王自焚而死，商朝灭亡。推翻商朝后，武王定都镐京，建立周朝。建立周朝后4年，武王就过世了，传位给幼子成王，由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担任摄政王。此时周朝刚立国，百废待举，周公旦一肩担负起国事。然而同为武王兄弟的管叔、蔡叔和霍叔不满周公旦任摄政王，开始四处散布流言攻击周公旦，并煽动纣王之子武庚一起发起叛变攻击周公旦。周公旦率军东征，花了3年时间平定叛乱，杀了管叔，将蔡叔流放，将霍叔贬为庶人，并将殷商的领土转给纣王的哥哥韦子启继承。通过这场战争，周朝也将领土扩展到东海之滨。为了有效控制东方的领土，周公旦在洛邑建立东都成周。周公旦摄政期间，为周朝建立礼乐制度，使周朝整体国力与人民素质大大提升，甚至孔子都曾说出孟周公一词，代表他对周公建立了礼乐制度的向往。在周公旦摄政7年后，成王也开始亲政，周公旦还政给成王，自己得到东都协助治理国家。成王即位后，因有周公旦奠定的良好基础，再加上成王的仁德政策，赈济贫困百姓，
授田于民，民德甚伐，使得国家迈入稳定发展的状态，农业生产大幅提升，人民的生活也开始改善。四方的外邦纷纷来朝，国家进入治世。成王的治世一直延续到康王，然而康王的晚期开始，他喜好征伐，到处征战，大量的开支使得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，治世留下的资产渐渐掏空，为接下来的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伏笔。成康之治时期也是大量封国的时期，大量的诸侯国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，以周天子为中心，各诸侯国围绕其而建立，协助护卫周天子，并同时拓展疆域，这也是周朝治理国家的特色，但也为后来的春秋战国乱世埋下伏笔。到了昭王时期，因着前面康王晚年的连连征战，国力大幅下滑，周天子的威信也开始衰微。再次征战荆楚之地后，还师回朝渡过汉水时，昭王和军队被汉水淹没，昭王溺死。昭王死后，由其子穆王继位，穆王好大喜功，想向四方扩大领土，同时他也爱好四处游历，荒废朝政，终导致东方的徐国率九夷部落进攻周朝，周穆王在楚国的帮助下才勉强平定乱世。周朝经过昭穆两王，实力大减，同时西北地区的戎狄部落开始兴盛。穆王死后，时间从共王来到义王，义王期间开始在西北边境出现戎狄交侵，百姓不胜其扰。义王死后，由共王的弟弟继位为周孝王，但孝王继位仅6年就过世，死后由义王的儿子继位为周夷王。到了周夷王时期，周天子威望已大幅度下滑，在诸侯来朝时也不敢坐受朝拜，反倒是下堂迎见。这时周天子与诸侯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，甚至出现周夷王因收到密告齐哀公有谋逆之举，当众将其烹杀的事件。周夷王死后，王位传给了儿子，即位为周厉王。周厉王时期四处用兵，给民间带来重大的负担，同时厉王重用农夷公为亲事治理国家，农夷公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，导致国人不满。为了压制国人的不满，厉王命令卫巫监视百姓，发现有毁谤王者即杀戮。在如此高压统治下，国人终于爆发起义，史称国人暴动。此次暴动逼得厉王出逃都城，也结束了他37年的高压统治。在厉王出逃后，由昭公和周公两大臣共同治理国家，这时期称为共和时期。到了共和14年，厉王死，由太子晋即位为周宣王。周宣王励精图治，一改前朝乱象，使国家出现中兴局面。然而荣景不长，在宣王晚年时，因使用武力介入诸侯国君位继承问题，引发诸侯不满，周朝又开始出现衰相。在宣王晚年的几次对外战争中，都以惨败收场。宣王死后，由周幽王继位。幽王好奢侈，生活腐败，同时又重用贪利的国师府治理朝政，导致中央贪腐，地方更是贪污不断，民不聊生。而后周幽王更是宠爱褒姒，废了原本的郑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为后，立其子伯服为太子，而宜臼则投奔申国。为此周幽王派兵出征申国，申国为抵御周幽王的部队，与曾国、西戎和犬戎联合反攻幽王，最后犬戎攻入镐京，杀了周幽王和伯服，西周结束。在幽王死后，宜臼被诸侯所立，即位为周平王，并迁都成周，东周开始500年的乱世也正式开始。周朝为国以礼，周公旦建立的礼乐制度深深影响整个周朝，甚至影响了整个后世的中国人。当礼乐制度能顺利运行，整个国家是繁荣兴旺的。然而当礼乐制度开始崩坏，各诸侯国不再尊周天子为王，各行其政，各种乱象也开始分成。西周的灭亡甚至可以说是礼乐制度的破坏带来的影响。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，是由周朝开始，特别是在周公旦治理作乐之后，以礼治国，以礼待民，礼乐兴则国家兴，礼乐亡则国家亡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打开小铃铛。